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再次跟大家分享我的 DIY 旅线作品——迷你欧式桌椅与美式落地灯。我觉得做每样作品背后都有每个旅行的故事，就好像我们人在某个阶段会有喜欢的东西，而且非常想要拥有它作为自己的私藏小物。其实很多东西在缩小后都非常可爱。首先要研究怎么做得更细致，还有再加上一些装饰。这次有些难度，因为需要结合缝纫技巧。欧式桌椅给人的感觉奢华古典，这一系列作品挑选金色铝线，应该会很闪亮华丽。制作作品之前可以先构图，把自己所想要的尺寸、形体画出来，以便日后查阅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5件作品。第一件作品，欧式沙发单人座椅。这件作品宽 5.5 公分，高10公分，座椅主体是用 1.5 mm 金色铝线作为架构， 0.8 mm 包边和固定用，椅背椅垫是用绒布所缝制而成的。布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样式，椅背椅垫这种立体的样子是用泡棉作为填充物，结合金色细线所缝制的。缝纫技巧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。椅子背后这个结合的地方有些丑，所以我用 1.5 mm 金色铝线做玫瑰花装饰，把它美化。我觉得DIY 就是享受那种制作过程，有缺点的地方做修正，这样也能延伸在技巧方面的进步。第二件作品，美式落地灯。这件作品的概念是从美式落地灯发想的，带有一种浪漫的氛围。尺寸宽 9.5 公分，高 17.5 公分，3 mm 金色铝线作为灯架主体，要用比较粗的铝线，这样它的支撑性才够。在这里跟各位朋友报告，铝线 NG 次数多的时候会变形、瑕疵甚至断掉哦。运用 1.5 mm 铝线做花形灯罩，花形灯罩的花瓣塑形后，用铁锤敲扁，加上水滴形水晶1颗当作灯泡组合成型。有的欧式家具很喜欢用玫瑰花做主题，基于这个想法，我把爬藤玫瑰带入灯架装饰，用 1.5 mm 铝线随意缠绕，只要你觉得好看就可以了。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创意吧。细的1 mm 铝线当作固定和装饰用，固定时往往会觉得不够稳定，这时候你可以用瞬间胶适量粘着，但必须注意不要滴到手，否则下场很悲剧。第三件作品，欧式双人沙发。这件作品宽15公分，高11公分，水晶用量比较多，3 mm 的21颗，圆形10 mm 1颗。铝线结合水晶，我觉得可以提升作品质感，当然它的售价会比较高。2 mm 铝线做座椅主体，一般粗一点的铝线为了求稳定，都是做作品的主体架构。0.8 mm 铝线用来包边，这个作品需要包边的地方很多，包边的同时一方面固定和穿上水晶，这时真的需要一点耐心了。如果你觉得太费时费力，只要把它固定就好了。其实作品太复杂未必好看，铝线也可以用简单的线条表现它的美。泡棉作为椅垫抱枕的填充物，金色包边绳组合缝制，加上了抱枕椅垫，看起来比较像沙发。第4件作品，欧式小圆椅。这件作品很小，宽 4.5 公分，高5公分，1.5 mm 铝线作为座椅主体架构， 0.8 mm 铝线包边固定和玫瑰装饰用。椅垫和上面介绍的作品一样，泡棉填充组合缝制，3 mm 水晶4颗装饰用。第5件作品，欧式四方桌。这件作品看起来很复杂华丽，宽12公分，高6公分，这是改良版。桌面本来做单层，我觉得太单薄，所以加了厚度，塞入金色珠串，金光闪闪。1.5 mm 铝线为桌子的主体架构。作品完成时，发觉应该要用2 mm 或 2.5 mm 粗一些的铝线，这样比较能表现桌子稳定度和粗犷的视觉感。桌面的玫瑰装饰是用铁锤敲扁铝线玫瑰所组合而成的，
包边用玫瑰装饰桌底，使用 0.8 mm 铝线，圆形水晶10 mm 2颗，装饰用。以上是我做铝线的一些心得。每次做完一样作品，发现还有需要改良的地方，尤其帮作品拍照时，边观察都会觉得自己有进步一些。这些作品当作是自己的私藏小物吧，就像小时候娃娃的迷你屋里客厅的一个角落。玩铝线刚开始的时候，很难想象平凡无奇的铝线除了园艺植物塑形外，铝线真的很奥妙。它柔软容易塑形，可以抽象，也可以幻化成自己所想要的物件，在双手的雕塑下弯圈绕边，它带有一种美丽的线条，又带有魔性情感温度。好朋友，你是不是也想体会玩铝线的乐趣呢？对于今天分享的作品，需要改进的地方或有任何建议，欢迎你在底下留言，说出你的想法。最后，感谢你的观赏，敬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我有新的影片就会优先通知你。喜欢这部影片，请按喜欢、分享、订阅频道。拜拜。